乱世浮沉，人间因果牵缠，自古便有赊刀一脉行走世间。赊刀人持神刀立约，凡接过刀者，皆要记下一笔来日需清偿的因果债。20年约满，却不料一纸旧约，牵出师门滔天祸乱。我叫黄泽，是一名赊刀人。20年前，我的师父曾带天地行权，赊出去3把名刀。站住！别让他们跑了！求前辈救救我们！外面有人追杀，要抓我们的壮丁！求前辈开恩！我们只想活命，愿为前辈做牛做马。看来我等的3人便是你们了。我这儿有3把刀。一刀杀伐，名贪狼；一刀谋算，名天机；一刀才是，名司命。接过此刀，则危机自解。老夫事先提醒你们，我为赊刀人，此刀若入了你们手中，便有了因果。如此，你们可还愿接过此刀？我等愿意。好，记得你们今日的话。20年后，自有其他赊刀人去收回此刀，利息为你们个人半数家产。如若违约，九族尽灭，天地共诛。师父3年前仙逝，一身本事都传给了我。如今20年期限已到，几位，我来收刀了。今日小女不语，年满18，承蒙诸位赏光，商某感激不尽。从今往后，不语就是我商家少东家，还请诸位多多关照。商巨谷，20年期限已到，赊刀人黄泽前来代师收债。哪来的狂徒，胆敢在本小姐的成年礼上撒野！来人，给我把人轰出去！商会长，莫非你要毁约？这位小友看来面生的急，我商某做生意向来光明磊落，何来欠债之说？20年前，我师父在城隍庙带天地行远，将神刀3柄分别交于你与其他2人之手，言明刀道获销，并且以商贾半数家山与女儿陪嫁为约。商老板接过这柄刀时，可是亲手按下了手印，是也不是？一派胡言！我父亲纵横玉城30年，什么样的无赖没见过？今日是我生辰，你若识相，趁早滚出去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商会长，契约在此，我只问你，认还是不认？记得你们今日的话，20年后，自有其他赊刀人去收回此刀，利息为你们个人半数家产。如若违约，九族尽灭，天地共诛。小兄弟，这契约怕是有什么误会。商某做生意向来讲究诚信，从不欠人分毫。你这刀，我还你就是。商会长，契约上可不是这么说的。赊刀人与受刀者商家立约，刀道获销，20年期限到期之日，商家以半数家产及嫡女陪嫁为偿。荒谬！什么半数家产、女儿陪嫁？谁知道你这契约从何而来？岂能作数？契约上的血印是商会长自己按的。商会长，我说的是真是假？500大洋，小兄弟年纪轻轻，拿着这些钱去置办些产业，总比跟一纸空文过不去强。至于这刀，你自可拿去，就当你我没见过。商老板，你是铁了心要毁约了？小子，识相就拿钱走人，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
3天，这我给你3天时间想清楚。若你后悔了，来城隍庙寻我。3天之后，契约作废，九族尽灭。老爷，不好了！绸缎庄那边来信，说今早咱们发往省城的3车绸缎，半路遇了山匪，全被劫了。什么？那批货可是值8000大洋，不是请了秦督军的人护送吗？怎么还会被劫？督军的人说那伙山匪来去如风，领头的枪法出神入化，他们都看不到人在哪里。老爷，城南米铺的账目出了问题，咱们存粮的仓库今晚不知怎的起了火，烧了大半，损失少说3000大洋。不到2个时辰，先是绸缎被劫，又是粮仓失火。老爷，这些事怎么偏偏都在今晚？3天之后，契约作废，九族尽灭。去，派人去城南城隍庙，把那小子给我请回来。爹，不能去。不语，你不知道，今晚这些事太过蹊跷，万一真是那小子……正因蹊跷，才更不能去。玉城这么大，每日都有意外，爹难道要因为几桩巧合就拱手送出半个家业和女儿的终生吗？爹，我打听过了，那姓黄的在玉城毫无根基，就是个孤家寡人。对付这种人，与其低头服软，不如让他知道知道，我商家不是好惹的。老爷，我们带人去了城南城隍庙，那姓黄的不知去了何处。不过我们留了人在附近盯着，他只要回来，跑不了。我说什么来着？他若真有通天的本事，何必躲在破庙里？爹，这种人就是吓唬人的，咱们硬碰硬，他反倒怕了。老爷，张四海张爷来了。三弟来了。二哥，听说昨晚有人在我侄女的成年礼上闹事儿，怎么不跟弟弟我说一声？弟弟严重了，不过是条不知天高地厚的野狗，已经打发了。小侄女，你说说怎么回事？张伯伯，那人还说自己是什么赊刀人，分明是编了个名头来讹诈我们。我看他背后说不定还有人指使，想在玉城搅浑水呢。赊刀人，二哥，依我看，单凭咱们两家，怕是拿不准深浅，不如去请大哥秦督军一起商议一番，如何？就依三弟所言，管家备车，给督军府。老二、老三，你们说的那个年轻人，当真是赊刀人？大哥，千真万确，他手里有当年的契约，上面还有我的手印，我亲眼看过，错不了。20年前的债，你打算怎么还？大哥，二哥的意思，咱们三兄弟同气连枝，当年的事儿谁也没落下。如今那人只找上二哥，保不尽过几天就来找你我，不如联手把他按下去。你们两个是不是忘了当年那位老赊刀人说过什么？九族尽灭4个字，你们当是玩笑？大哥的意思是认了就要交出半边家产，老二你能舍得？先查那小子的底细，查他背后站的是谁。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，查清楚之前别急着动手。大哥眼看谨慎了，不过是个没背景的小崽子罢了。今晚我就让他见阎王。况且背后还有那位在。来了7个人，3个在庙后，2个在左边巷子，2个在前头槐树底下。小子，有人出钱买你的命，你是自己了断，还是让爷几个费点手脚？张四海派你们来的？
知道是谁的人还敢这么镇定？小子，你知不知道张爷在玉成道上是什么地位？知道天机刀的主人主谋算，可惜他算错了一件事。什么事？他该多派几个人的。回去告诉张四海，商巨湖的债收完就轮到他了，让他想清楚，派杀手算不算毁约？7个人，7把刀，连人家一根头发都没伤着。张爷，那小子邪门的很，我们连他怎么出手的都没看清，弟兄们就全躺了。他说的什么？他说让你想清楚，派杀手算不算毁约？好小子，拿规矩压我！我张四好在道上混了这么多年，靠的是心够狠，想让张爷低头，做梦！去给我找几个生面孔，要外地的，来玉城办完事儿就走的那种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明白。小哥拿好，刚出炉的。小子挺能跑啊！张四海让你们来的，还是商巨部？你管谁让来的？今天这趟活你接也得接，不接也得接。回去告诉顾宁的人，他还有最后一次机会，要么他来找我，要么我来找他。他妈的！第二波也栽了。张四海的人都是吃干饭的。回老爷，三爷这次派的是外地来的镖师，一个照面就让人家翻墙跑了。爹，您急什么？张伯伯派了2拨人，2拨都折了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那小子不好对付。说明张伯伯想抢在秦伯伯前面把事情办了。他越急，就越说明他心里也虚。那依你的意思，咱们不动？动，但不能像张伯伯那样莽撞。爹，您明天派人去城隍庙，不是去杀他，是去请他。请他来收债，请他来说话。他来不来是他的事，但玉城的人会看到商家有诚意，是那姓黄的不给面子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2拨人都失手了。老三，我跟你说过什么？大哥，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，还有个毛头小子，咽不下。你是不是忘了当年老赊刀人说的是什么？天地共助，是在替你们3个招天谴。大哥，我只是想吓唬吓唬他。吓唬？老三，你在道上混了这么多年，吓唬人和杀人分不清。老二那边传话过来了，他女儿商不语明天要公开请那小子赴宴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那丫头想唱白脸，他把事情摆到明面上，这样一来，你私下动手的事就成了把柄。以后万一事情闹大，你猜老二会不会拿这件事来保自己？他敢！二哥跟我几十年的兄弟，几十年的兄弟，比得上半个家产和女儿的一辈子。老三，你醒醒！大哥，那你说怎么办？
明天的事儿让老二他们去办，你什么也不许再做，把外面的人全撤回来。后天是3天之期的最后一天，到时候我亲自出面。大哥，你出面？怎么出面？该还的还，该谈的谈，但若敢狮子大开口，哟，商府这是办喜丧，你看那管家的脸，跟办丧事似的。商家有请黄泽黄先生过府一叙，老爷备了宝酒，愿当面商议契约一事，请黄先生赏光。黄先生，我家老爷说了，当年之事绝无反悔之意，只是数额巨大，需当面清点，请先生移步商家，一切都好商量。看来那个小伙子说的是真的，不然商家怎么如此低声下气？商家果真欠了人家的债，这么大的商会老板还欠一小伙子的债，真是不要脸。黄先生若不肯出面，老奴便长跪不起。商家到底欠了这小伙子多少钱？这么低声下气，看这架势，恐怕不只是欠钱那么简单喽。回去告诉商局长，我说过，他若想谈，让他亲自带着东西来城隍庙找我；若不来，3天后我自去寻他。商巨夫想用人心来裹挟我，可惜你不懂，天下为公，公理在天。好大的架子！我商家低声下气一去请，他连门都不开，满城人都看着我商家在庙门口下跪，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？爹，您先消消气，跪也跪了，丢人也丢了，但您想过没有，咱们今天这么一跪，反倒把商家摘干净了。摘干净？什么意思？明天是最后一天，秦伯伯和张伯伯都在场，万一到时候那姓黄的有个3长2短，满城百姓第一个怀疑谁？你是说，咱们今天当众示好，明天就算出了事，也没人会觉得是商家干的？正是，一个在庙门口跪着求人议和的人，转头就把人杀了，这话说出去谁信？爹，这一跪，跪的是给全城人看的。可万一明天真要动手呢？秦大哥那边怎么说？秦伯伯说了，他亲自出面，那咱们就让他出这个面。至于张伯伯，他的性子您比我清楚，连着折了2拨人，他能咽下这口气？你是说三弟还会动手？他不动手才怪，但爹您记住了，他动手是他的事，商家不能沾一根手指头。不语，你这是在算计你张伯伯？爹，我没算计谁，我只是让该着急的人去着急，该动手的人去动手，咱们商家等得起。商巨贾，司命刀，主财事，家产至少5万大洋。张四海，天机道，主谋算，明面上有赌场、妓院、烟馆7、8处，暗地里走私军火，包揽私盐。青铁山，贪狼刀，主杀伐，手里的人命数不清了。师父，您当年把这把刀赊出去的时候，究竟是想救他们，还是在等今天？第3破了，张四海，你还真是不死心啊！没人。3位，张四海给了你们多少钱？回去告诉张四海，明天的账我会好好跟他算。青铁山，明天你会怎么做？大哥，您说那小子今天会来吗？会。大哥，您怎么这么肯定？因为他要的是规矩，
规矩说3天，他就等3天。今天日落之前，他一定会来。来了，黄泽来了，一个人。出去迎。黄先生，久等了。3位都到了，好，那今天的账咱们就当面算清。20年前，我师父赵世清在城隍庙将这神刀3柄赊于你们3人，20年为期，今日连本带息收回。3位，认还是不认？3位，认还是不认？认。秦督军，贪狼刀助你20年登顶督军之位，利息5万大洋。商会长，司命刀保你20年财源广进，利息2万5千大洋，外加嫡女陪嫁。张四海，天极刀助你20年平步青云，利息1万5千大洋。贪狼在此，物归原主，只是那利息，可否再商议一番？契约已成，你们当初签订的多少就是多少，我无权更改。黄先生，要不这样，刀我们如数奉还，再凑1万大洋给您做谢礼。您拿着钱去哪儿不能安身立命？商会长，你以为赊刀人是在做生意？小子，别不识抬举，我大哥二哥是给你面子，你开口就要我们半条命。3刀已回其二，张四海，你的天机呢？小子，刀可以还你，但你有命拿吗？老三，你疯了！大哥，今天要是不把他弄死在这儿，明天咱们3人的家业全得被他掏空，还什么债？还了债，我们吃什么？张四海，天极刀是主谋算，但你似乎忘了，谋算最忌急功近利。贪狼刀，此刀在秦铁山手里20年，沾了多少血，你比我清楚。3番2次违约杀人，今日又当众设伏。张四海，我已经仁至义尽，今日你的命我收了。别杀我！是有人让我违约的，一个戴斗笠的人，3年前找上我，他说赊刀人的传承已经断了，就算违约，因果也算不到我头上。什么人？我不知道是谁，看不清脸。他说赊刀人的规矩他也懂。3年前他说赵世清已经死了，你们赊刀人的传承已经断了。这条手臂是你派人杀我的补偿，3天之内，利息1分不能少，否则……师兄，真的是你吗？小泽，你有一个师兄叫钱振堂，他入门比你早10年，天赋极高，但心术不正。我走之后，他若来找你，你要小心。师父，你当年把他赶出师门，是不是早就料到会有今天？还有，3年前您的死因到底是什么？商小姐，这么晚了，我来跟你做笔交易，请进。你收了我爹2万5，还要把我带走当陪嫁，对吗？契约上写的清楚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我爹不止那么多钱？这是他藏起来的私账，我爹名下不止绸缎庄、米铺和当铺，明面上5万家产，暗地里翻一翻都不止。你为什么要告诉我？因为这桩婚约是我爹拿我当筹码签的，你收了债，把我带走，扔在哪个犄角旮旯当个摆设，我不干。我帮你查清楚我爹那份家底到底有多少，你帮我做一件事，当着我爹的面说婚约作废，你黄泽不要我。你就这么想摆脱你爹？我不是想摆脱他，我是想让他知道，
我不是一件可以拿来抵债的货物。还差多少？张爷，账上能动用的现钱都算上了，满打满算也就8000出头，还差7000，15000！那小子张嘴就是15000，我他妈20年攒下来的家底，让他一口咬掉一半！去，把城南那家赌坊的房契拿来。张爷，那赌坊是您起家的地方，我他妈知道，拿去当了。不够就把城西那个烟馆也当了。是。赵老头啊，你当初把刀给我的时候，到底是在帮我，还是在挖坑让我跳？大帅，这5万拿出去，府库里就剩不下什么了。弟兄们下个月的军饷，军饷的事我自己想办法，这5万一分不能少。三爷那边听说还差7000，昨晚把他起家的赌坊都当了。他当了多少？赌坊加烟馆，凑了5000，还差2000。你拿给他，别说是我给的，就说道上的兄弟凑的。大帅，您已经出了5万，老三这人嘴上不饶人，心里不坏，20年的兄弟，我不能看着他为了2000块去拼命。赵前辈，5万大洋，我秦铁山还了，那个信子我收了。黄先生，25000大洋，您点一点。商会长的人品，我信得过。那小女的事，商会长，契约上写的是嫡女陪嫁，但婚约之事讲究你情我愿。我黄泽此行的目的是收债，不是抢人。黄先生的意思是，商小姐愿不愿意跟我走，让她自己说。爹，我不走。不允！你……黄先生说了，收债不抢人，那这笔账就算清了。我还是商家的女儿，您还是我爹，只是我不再是陪嫁。依你。黄泽，谢谢你，我没有看错你。20年前，你师父把贪狼刀给我的时候，问了我一句话。什么话？他问我，什么才是真正的戏？我当时刚逃过壮丁，饿了3天的肚子，脑子里想的只有活命。我说息就是好处，利息就是更多好处。你师父笑了。这20年，我每隔几年就会想起这句话，可我一直没想明白。我师父说过，赊刀人的息不是钱，是信。一个人愿意守约，那信就是最大的利；一个人毁约，那信没了，利息就变成债了。信，原来如此。这把刀鞘我留了20年，刀还你了，鞘我留着。哪天你再需要我秦某人出刀的时候，拿它来找我。15000，一分不少，还有天机。张四海，认账。刀还了，钱清了，因果了断，你们3个跟我师父再无瓜葛。不过那个戴斗笠的人，我还没查完，他指使张四海违约，最终要对付的不是你们，是我。这件事跟你们无关了。我派人打听了一番，那个人是钱振堂吧？他若敢对玉成动手，我秦铁山的枪答应。我欠大哥一条命，大哥帮谁我帮谁，道上的人我调得动。那个，我出钱粮。3位多谢。不过这省城我是要去一趟。师父，你的死真的跟师兄有关吗？省城不比玉城，钱振堂经营了10几年，根基很深。我只是去查一件事，不是去打仗。这是我当年在省城任职时的旧令，虽然过了些年头，但老衙门的人还认这东西，万一有事能挡一挡。
多谢。我张四海在道上混了20年，省城也有几个兄弟，拿这个去找城南的秃鹫，他欠我一条命，你开口，他不敢不帮。手伤还没好，回去歇着吧。歇什么歇？你去省城要是闹出动静，记得给个信儿。我腿还没瘸，还能带人过去。黄先生，我没令牌也没牌子，就给您备了点盘缠。商会长有心了。黄泽，巧了，我也要去省城看一批货，同路。不语，你去省城做什么？爹，您那本账上不是记了吗？省城那3笔高利贷该收息了，我去替您收了。走吧。你不好奇我为什么跟上来？你想说自然会说。我爹那本暗账上，省城那几个欠债的人，有一个正好在省督军府当差。你想查钱振堂，我手里有门路。你知道我要查钱振堂？张伯伯说，那个戴斗笠的人是3年前找他的。3年前正好是你师父过世的时候，你突然要去省城，傻子都能猜到你要查你师父的死因。省城不比豫城，很危险。我挺想看看，到底有多危险。查的比平时严，像是出了什么事。告示上写的什么？奉督军府令，近日省城流寇猖獗，往来商旅一律登记造册，落款是3天前。哪里来的？做什么的？豫城来省处投亲的。投亲？带什么货没有？军爷辛苦，小女子是豫城商家的，来省城收账。这位是我家账房先生，通共就这点钱，您行个方便。进去吧，进去吧，别在城里惹事儿。看出来没有？他们重点查的是带刀带枪的男人。你那把贪狼刀得换个地方藏。找谁？四海哥的牌子，二位请进。四海哥前几日来信提过，说会有人拿这块牌来找我。您就是黄先生？正是。您要查的事儿，我摸到了一点风声。督军府这半个月确实有个神秘人进进出出，戴斗笠，昼伏夜出。我的人跟了2次，都跟丢了。还有别的吗？3天前，督军府贴出那张告示之前，钱督军连夜把城里的铁匠铺都盘了一遍，收了好多缸，像是在打什么东西。收好缸，还要打兵器？他要打的恐怕不只是兵器。查到了，我让秃鹫的人去查了那个收缸的订单，数量很大，足够打2000把刀。但他是从城外一个村子里买的缸。城外村子叫什么？叫铁炉村，离省城20里。那个村子20年前姓赵。姓赵？对，赵铁心。20年前忽然失踪了，有人说他死了，有人说他搬家了，但那个铁匠铺子到现在还留着。赵铁心，师父生前提过这个名字，他说他的第1把刀就是赵铁心打的。所以钱振堂收缸打铁，瞒着所有人，他到底在打什么？打刀，他在打一把新刀，一把能模仿贪狼的刀。模仿贪狼？赊刀人的刀也能模仿？普通的刀不行，但如果是同一个铁匠打出来的钢，差不了太多。我师父说过，赊刀人的刀一半是铁，一半是器。如果有人拿到同源的铁，再用一张假器，他想伪造一把赊刀人的刀。他不是伪造，他是想用赵铁心的钢重新打一把贪狼，然后以赊刀人的名义自己赊出去。有人
别动。钱振堂已经知道我们来了，知道也好，明天我直接去督军府会会他。你一个人去？不，我拿着秦督军的旧令去，以玉成来使的身份，这样钱振堂就算想动我，也得掂量掂量。那我呢？你留在客栈，替我盯着铁路村。如果明天日落之前我没回来，你去找。玉成秦督军遣使来省，求见钱督军，有要事相商。这位先生，我们督军有请，请随我来。督军就在里面，先生请。师弟，我等了你3年，你终于来了。师兄，师父3年前仙逝，你连头七都没回来，如今在省城摆下这么大的阵仗，就为了等我。师父赶我出师门的那天，我在门外跪了3天3夜，他没开门。从那天起，我就告诉自己，此生与赵世清师徒情绝。我入门比你早10年，天赋不比你差，他最后却把收刀的本事传给了你，凭什么？师父跟我说过，赊刀人的本事不在刀上，在心性上。师兄，他赶你出师门，是因为你心术不正。心术不正？我的好师弟，你是不是觉得赊刀人就是一辈子守着那几把破刀，给一群不讲信用的人当催账的？我在省城待了12年，早就看透了人心。赊刀人算什么？我钱振堂要做的事，比你想象的大得多。这把刀是赵铁心打的？没错，师傅的第一把刀就是出自他手。我用了3年时间找到他，供着他，让他替我打一把一模一样的看牢。师弟，你说，如果我也能赊刀，以我钱振堂的名义助他们成事，赊100把、1000把出去，这天下会变成什么样？到时候这些汇集了数千人气运的刀，重新回到我手里，我就是这乱世的王。铺子里有几个人？就一个老头，从早到晚都在打铁，吃喝拉撒不出门。赵铁心？对，就是他。我一个人过去，你在村口接应。尚小姐，现在前面情况不明，钱振堂的人说不定就在附近，太危险了。从我踏出玉城的那一刻，就已经知道前方的路是什么样的，你不用再说。女娃子，走错地方了，这里不是客栈。赵老先生，我不是来住店的，我是替赵世清的徒弟黄泽来找您的。黄泽，他师父死了3年了，他才想起来找我。赵老先生，钱振堂是不是找您打了一把刀？女娃子，回去告诉黄泽，刀是我打的，我欠赵世清的，这把刀算是还他的情。但钱振堂拿这把刀去做什么，跟我无关。您知道他要做什么？他要赊刀，不用赵世清的传承法，用他自己的法子。黄泽最好能拦得住他，否则天下大乱。师弟，我不妨把话说明白，
这省城方圆千里，我已经布了72个人，每个人手里都会有一把赵铁心打的刀，他们会以我的名义，以赊刀人的名义去赊账。你知道赊刀人的规矩，赊刀之事讲究你情我愿，你让人拿着刀去强赊，不叫赊刀。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师弟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师父从来不肯告诉我们3把刀合一会怎么样？我查到了，3把刀合一可以改写因果。师父当年赶我出师门，就是在保护那3把刀，怕我找到了合一的法子。这东西你从哪里拿到的？当然是从那老不死的手中拿到的。3年前我亲手拿到的。所以师父不是病死，是你亲手试的。师弟，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？我杀他，是因为他该死。师父教你8年，你把一身本事都学到手之后，回头杀了他。他教我本事不假，但我就是不服。我入门8年，替他跑了12趟收债，哪一趟不是拿命在拼？哪一趟都是拿命在拼，结果呢？他一生不想收了你，一生不想把传承给了你，给我的只有4个字：心术不正。师弟，你扪心自问，如果你是我，你服不服？所以你就躲在暗处指使张四海违约，散布赊刀人传承已断的谣言，打算自己做那赊刀人。你脑子转得倒快。不错，戴斗笠的人是我，3年前找张四海的是我，告诉他赊刀人传承已断，违约无碍的也是我。为什么你绕这么大一圈，就是为了让我杀张四海？我的好师弟，3把神刀一旦同时易主，原持刀人死亡，3刀会自动择主，谁是活着的人里最强的那个，3刀就归谁。你想让我杀了张四海，触发3刀易主，然后你来接？你杀了张四海，因果反噬就会落到你头上，纵使他违约在先，赊刀人亲手杀债主，刀就会认你为违约者。到那时候，3刀无主，这天下能接刀的人就只剩下我一个。我不用动手，不用沾血，你替我杀，我替你收。师弟，你说这计划够不够漂亮？所以你从头到尾要的是这3把刀。刀？师弟，你看低我了。我要的不是刀，还有你的大宗主之位。我要名正言顺的成为这乱世的王。赊刀人每一代只能传1人，嫡传弟子领大宗主令，统领全门。师傅的名字后面写的是你，王泽。这一行本该写我的名字。我用了1年找到赵铁西，花了大价钱把他从山沟里请出来。我的布局已经完成了，师弟，如今你还能怎样？赊刀要有气，有约，有因果。你赊出去的刀，刀上沾的是你的因果，不是你伪造出来的传承。而且，师兄，你算错了一样东西，这3把刀已经不再是神刀了。秦铁山他们债消的那一刻，刀上的灵就没了。什么时候？我收完债的时候，刀上的灵就全散了。师兄，你该在我收债之前动手的。无所谓了，我现在不需要传承，不需要神刀。钱振堂用自己赊出去72把刀，一样能改天换命。冥顽不灵，今日我便替师父清理门户，斩了你这弑师的逆徒。我的好师弟，你确定要现在动手？你以为师兄在省城待了这么多年，就只干了这一件事？不如你猜猜，跟你来的那个姑娘现在在哪儿？你把商不语抓了？哈哈哈哈哈！我若连这点手段都没有，还怎么在这省城立足？
想让我放人，就把宗主令交出来，否则你们就在这儿做一对亡命鸳鸯吧。宗主令不在我身上，你把不语放了，我与你一块儿去取。是在玉城吧？秦铁山倒是有些手段，省城周边的3座城池全都在我控制之下，唯独玉城是块难啃的骨头。我给你1个月的时间，1个月后我见不到宗主令。踏平玉城，还有这个小姑娘，她的命可就捏在你手里了，我的好师弟。皇泽，不用管我，宗主令绝对不能给他，我去告诉我爹，一定为我报仇！别跑了，快追！不用追了，这小姑娘本就是随手一步闲棋，最后的结果1月之后自见分晓。师父，你当年把刀射出去的时候，是不是就知道会走到这一步？你选了我，是不是因为你早就知道师兄会来找我？师父，你在玉城射出去的杖我收回来，剩下的是师兄欠你的命。回来了，省城怎么样？秦督军，玉城要打仗了，全镇堂要打过来。是，他给我1个月的时间，让我把宗主令交出去，交不出去，他带5000人踏平玉城。哼，踏平玉城，口气不小。我这玉城，他从3年前就盯上了，到现在还没啃下来，现在他照样攻不下来。但问题在守完了之后怎么办？他的人如果源源不断从省城调过来，玉城就是一座孤城，没有援军，没有退路。秦督军，我不是来求你守城的，我是来问你，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打出去？你师父当年赊刀给我的时候，也是这个眼神。他跟我说，接过刀，危机自解。刀你拿回去了，但鞘在我这儿。我说过，哪天你再需要我秦某人出刀，拿他来找我。现在轮到我了，接过刀鞘，我陪你打出去。小子，省城好玩吗？张爷，前镇堂要打玉城。打玉城，就为了那块宗主令？他手下5000人，3成联兵，还有100多号江湖客。他给了我1个月。我这条胳膊是你砍的，当时我恨你恨得牙痒痒，晚上做梦都在想怎么把你弄死。但后来我想明白了，你是按规矩办事，我派人杀你，你只砍了我1条胳膊。按道上规矩，我被你杀了也无话可说。我欠大哥1条命，大哥要帮你，那我也帮你。道上的人我调得动，玉城方圆500里，但凡叫得上名号的帮派，我张四海开口，他们不敢不来。张爷，多谢。别谢我，万一哪天你死在战场上，我这条胳膊的仇没处报，那才亏大了。不过你死之前得把天极刀的债说清楚。那把刀我用了20年，愣是没算出自己今天会断条胳膊。你说这刀是不是也不怎么灵？刀只是刀，灵不灵看用刀的人。行，这话我爱听。滚吧，我去摇人。刀疤脸，拿我名帖去城北找秃头刘，告诉他3天之内把人给我凑齐，少一个我把他铺子烧了。黄先生，您是说前督军要带5000人来打玉城，就因为您没把那个什么令交给他？是。那您要不把令给他算了，反正那东西也就是个令牌，犯不着拿命去换。黄先生，您想想，前督军手里有5000人，咱们玉城能凑出多少？这仗没法打呀。商会长，你说的有道理，所以打不打我不勉强，
但钱振堂差点把商小姐给杀了。什么？爹，您别丢人了。商家出全部现钱的40%，折算下来够2000人3个月的粮草。另外，我名下12家铺子全部改做军需中转，账房那边我已经打了招呼，爹您不用操心。不语，你什么时候做的这些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您按账上那些钱，我15岁就翻出来。爹，您这些年做生意靠的是运气，我靠的是记性。粮草3天之内到位，铺子今天下午就开始清货腾地方。你别这么看我，我算过账，玉城要是破了，商家什么都保不住。现在花钱等于保本，而且我不想让你死。今天把各位叫来，只说一件事：玉城要打仗了。我秦铁山打了半辈子仗，不想在自己家门口输，所以我把各位请来，把话说在明面上。钱振堂3城联兵，总数5000，我们这边我出1100，老三出500，商家出粮草。但有一件事，得皇子你自己拿主意：守城还是攻城？守不住，玉城四面无援，钱振堂只要围上1个月，城里粮草断了，不用他打，我们自乱，所以不能守。那打出去，打出去，带人突袭省城，把他的老巢端了，3城联军没有指挥，自己就会散。这帮人都是疯子，5000人还打出去。你这性子我喜欢。行，听你的。老三，你的人能不能打钱哨？能，道上混的，别的不敢说，摸黑走路、翻墙踩点、放冷枪，比你的兵在行。商小姐，粮草和情报，你那边能撑多久？2个月，只要省城那边有动静，我的人3天之内能把消息传回玉城。第4面，你的施刀人。我师父施刀给你们3个人的时候，大概没想过20年之后，你们会坐在一起商量怎么打仗。他想不到的事儿多了，但有一件事他肯定想到，他选了你，你就得替他扛。盟约定了，从今天起，玉城只有1个声音：打！这炮年纪比你大，打过3任督军，膛线都磨平了，但打出去一炮，还是能把人轰成2截。城里的百姓怎么说？有人害怕，有人骂我疯了，有人已经开始收拾细软，打算跑路，但大多数人没动，他们在这儿住了大半辈子，跑不动了。秦大哥，这场仗打完之后，你想过怎么办吗？打完再说，打了20年仗，从来没想过打完怎么办这种事儿。师父，你当年射刀给这3个人，是不是早就料到了今天这一步？我张四海在道上混了30年，今天跟你们说句实话，这场仗打赢了，玉城还是你们的玉城；打输了，你们老婆孩子都得上街要饭，所以别他妈想着跑！下一批从城西的粮仓调，3车直接送到南门军需点。我就看开了。老三，你从哪儿找来这群人的？那个络腮猴看着像逃兵，他就是逃兵，以前在陇西当过2年兵，枪法还行，就是管不住嘴。管不住嘴的兵，战场上第1个死，那也得有人替他收尸。天黑的越来越早了。城防修了7成了，粮草到了6成，人来了400多，还有20天。20天，够做很多事了，也够钱振堂把3座城的兵都调齐了。
大哥，你说那小子带5000人来攻南门，他会不会先派人在北面放火？会，所以我在北面留了300人。城中富户我已经挨家去过，有6家愿意捐粮，3家不肯，有1家想跑，被秦督军的人拦住了。你辛苦了。辛苦什么？我长这么大，头一回觉得活着有点意思。1月之际，兵临城下。黄先生，有事儿？没事。明天一早告诉秦督军，南门外3里清理射箭。是。他提前了，他自己也算不准到底哪天到。你怕他提前偷袭？他不会偷袭，他要的是宗主令，不是杀人。他写这封信是让我睡不着觉。你师父当年赊刀给我们的时候，说过一句话：刀是好刀，但用刀的要是信不过自己，刀再利也没用。我记了20年，现在这句送你了。原来射出去的因果还完了，灵性就回到我手里了，不是刀里，是我黄泽的心里。我悟了。我黄泽的刀拆出去的不再是因果，是命。谁守约我就护谁，谁毁约我就砍谁。师傅，这么晚了，您怎么过来了？是信不过我？不是信不过你，是怕你沉不住气。振堂，你那个师弟回了玉城，你可知道他在做什么？在召集人马，秦铁山、张四海、商巨破全被他绑上了同一架战车。你慌了？师傅，我没慌，我只是在想，您让我布了3年局，如今黄泽和玉城那帮人全跳进来了，您在等什么？等什么？你很快就知道了。从赵世清坐上大宗主之位的时候，我就在等，不差这1个月。等你把那72把刀收回来，把宗主令拿到手的时候，一切自见分晓。振堂，别让我失望。派人连夜送到玉城，信上的人名一个一个找。督军，秦铁山在玉城经营20年，他那些老部下跟他有交情，策反1半已经是极限，剩下的1半恐怕……剩下的1半上战场之后自然会倒，人都是怕死的。咱们炮火一响，他们会替自己找理由的。师弟，你以为你在守城，你在守的是人心。可惜人心这个东西最靠不住。大帅，我们已经确认了，那些老部下一共7个人，昨晚带着各自亲信连夜离城了，合计带走了420人。还有呢？城北弹药库的值守换了，新去的那批人是钱振堂的人提前安插的，现在弹药库不在我们手里了。420人，占了我兵力的1半。你算过没有？算过了，大帅，我们的可用兵力现在不到700。周老三，当年在陇西战场上替我挡过一刀，传我的令，所有城门换防，只认我亲自签发的路牌。把原6团的马参谋叫来，从现在起，他接手城防。大帅，马参谋
是周营长的老同乡。我知道，所以才用他。20年养下来的兵，半个月走了一半。这仗不好打呀。走了多少？420，够不够守？守的话够，打出去的话不够。秦大哥，你要是觉得打不了，我们可以换个打法。换什么打法？走了一半人，还剩一半，剩下来的都是能把后背交给他们的，这就够了。张爷，人就这些了，517个，能开枪的不到300，剩下200多个拿冷兵器的。真要跟钱振堂的人硬碰，恐怕一个照面就垮了。我张四海在道上混了几十年，你们这些人有的我认识，有的我不认识，但你们今天能站在这里，说明你们信我张四海这个人。张爷，打完了有没有赏钱？你他妈就知道钱，打赢了玉成还是你家的玉成，打输了你们全都得上街要饭。我知道你们有些人连枪都没开过枪，但我不需要你们跟钱振堂的正规军正面拼，我要你做的就一件事：摸黑走路、翻墙踩点、放冷枪、烧粮仓，这些事儿你们在道上干了半辈子，比当兵的擅长。打完这场仗，活下来的每人分10亩地。死在战场上的，我张四海出钱养你们家里3年。张爷，张爷，张爷！大哥，人我给你凑齐了，517个，怎么样？够不够看？够看了，但你心里清楚，这些人跟钱振堂的正规军打正面，撑不了半个时辰。我知道，所以我不让他们打正面。夜袭、纵火、断粮道、暗杀哨兵，这些活儿，他们干得比你的兵好。张爷，打完之后我请你喝酒。那这顿酒我喝定了。半个月前我跟你们说，从现在起你们不是商队的人，是我的眼睛和手。今天我再跟你们说一遍，从今天起，你们的命和我商不语的命绑在一起。小姐，那我们要是被抓了呢？被抓了，就说自己是玉成商家的商队娘子，什么都不知道。钱振旁的人不会杀做生意的女人，但如果他们要欺辱你，那就自己了断。我给你们每人的刀柄里都藏了一颗药丸，咬破即死，不疼，很快。但我跟你们保证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就不会让你们走到那一步。这是商家的信物，拿着它，所有商号都会为你们提供掩护。3天之内，我要省城3座火药库的详细布防图，谁先拿回来，赏100大洋。什么时候开始的？3个月前，你第一次来我家收债那天晚上，我就开始挑了。12个人都是你铺子里的女伙计？不全是，有2个是城东的寡妇，一个是逃荒来的难民。我挑人的标准很简单，要么够聪明，要么没牵挂。你以为我只会算账？我爹把我当摇钱树养了18年，但我把自己当刀磨了3年。那天晚上在省城客栈，你说你要查赵铁心的底，不是临时起意，是你早就准备好了。我连逃跑路线都提前踩过3遍。你以为我跟着你去省城是为了看热闹？谢谢。谢什么？我算过账，你赢了，商家跟着赢；你输了，我也没亏。这笔买卖我做得很划算。
你还没回去睡？睡不着。不对劲，南边那片林立，这个季节不该有这么多萤火虫。那不是萤火虫，是烟犬。师傅说过，刀快了就能挡住子弹。开炮！黄先生，秦大帅让您撤，剩下的交给我们。让他们别追太远，先遣队只是探路的。张四海，钱督军说你是条泥鳅，我看也不过如此。你他妈谁呀？赵无节，杀女。姓赵的，你知道我张四海最擅长什么吗？我最擅长的是换命。你张爷在道上混了这么多年，靠的就是心够狠。大哥，你的手没了就没了，人活着就行。老三，你哭什么？我没哭，风大。带他们回去，快！黄泽，赵武就是钱振平手下最能打的，他死了，钱振平手里就只剩一张牌了，那张牌在省城，你得去打那张牌。督军，你少说两句。我怕不说就没机会了。不语，你给我跪下！商小姐与督军府早有往来，若肯归顺，商家产业分毫不取；若执迷不悟，城破之日，张家寸草不留。你去见过钱振堂？什么时候？你背着我干了什么？对，我去见过他。你是不是疯了？钱振堂是什么人你不知道？你去见他干什么？我去见他，是为了摸他的底。摸他的底？你一个姑娘家去摸他的底？你知不知道你出了事，咱们商家上下几十口人都得陪葬？秦伯伯和张伯伯都在医院躺着，你别在这个时候添乱。你给我滚！我没有你这个女儿！爹，你看完信的最后一行。钱振堂以为我去见他是想投靠他，让我在省城住了2天。那2天，我的人已经把这3个地方摸透了。东库守兵12人，西库守兵20人，北库是主库，至少50人。但库房后墙有排水洞，
窄是窄了点儿，一个人能钻过去。我父亲以为我贪生怕死，想投靠他，可我带回来的情报能救城北3条街。这3个地方，炸掉2个就能断他的2弹。但北库位置在城中心，守卫多，撤离路线窄，去北库的人可能回不来。所以去北库的人得是你。你这份情报，值3条街的命。商不语，等打完仗，我请你喝酒。不用请我喝酒，你活着回来就行。按照商不语的情报，北库是3个火药库中最大的一座，守卫约50人。库房后墙有一处排水洞可以潜入。师弟，这份地图是不是画得很细节？我特意让商姑娘的人看了2天才放她走。黄先生，我们被围了。我知道，跟紧我，不要散。黄先生，你先走，我们挡着。谁也不许挡，一起走。师弟，这份厚礼还喜欢吗？兄弟们，东边那道矮墙翻过去是河。黄先生一个人能过去，但我们12个人一起走，谁都走不了。我数到3，一起冲！能挡几个挡几个，让黄先生走。我说了，要走就一起走。师兄，这点人想留住我还不够。邪门！拦住他，别让他跑了！下去，往水里跳，沿河走。原来刀灵能与蛇刀人产生共鸣。师傅，你没教过我这一招。黄先生，我们都活下来了。都活下来了。老子没死，老子没死，以后也不会死。秦督军因为我断了一只手，这份情我记着。北库没炸成，我带出去的人死了5个。你活着回来了，那5个人的抚恤从我账上出。大帅，老张头是替你挡过枪的，他走的时候跟我说，他对不起你。他对不起我，我对不起他。北库虽然没炸，但西库和东库已经废了。钱振廷的弹药补给少了1半以上，他剩下的兵力最多撑20天。那还等什么？趁他病，要他命！你躺着都费劲，拿什么要他命？我躺着，让刀疤替我冲。他要是死了，我给他烧纸。钱振堂手里还有72把仿制的刀，他布的那些山障点，至今1个都没动过。他留着这些刀，不是用来打仗的。那是用来干什么的？用来在我跟他之间做一个了断。我不能等下去，我要在他把那些刀全部收回来之前，站在他面前。
5个人没有回来。北库的情报是假的，钱振堂故意让我们看到情报，你们当中死了5个，这笔账算在我头上。小姐，死的姐妹走之前说辜负了你。明天开始，我要你们盯的不是火药库，是钱振堂本人。小姐，那您呢？我去陪他打这场仗。你打算怎么做？打出去，直捣省城，断了他的老巢。3城联军没有钱振堂的指挥，自己就会散。小子，你终于说了句张爷爱听的话，我早看那姓钱的不顺眼了。我跟你去，省城那边的路我熟，我的人已经把情况都摸清了，哪条巷子能通，哪段城墙有暗门，我比你的兵清楚。商小姐，你去了，玉城的粮草谁管？粮草的事我已经安排好了，阿月接手。此去省城，九死一生。秦大哥，你的手断了一只，商小姐本可以留在后方。多余的话不必再说，我的命该用在哪里，我自己说了算。我欠大哥一条命，大哥去哪儿我去哪儿。我账算的比你清楚，我跟你走。明天卯时，南门集合，出发。你怎么还没睡？明天卯时出发。睡了又醒了，醒了就过来了。如果我回不来，这是我的遗嘱，商家的所有产业，一半给你，一半捐玉城学堂。你什么时候立的这个？第一次去城隍庙找你谈交易的那天晚上。商小姐，这么晚了，我来跟你做笔交易。你收了我爹2万5，还要把我带走当陪嫁，对吗？那天晚上你就想到了今天。我做事习惯把最坏的结果想好，那天晚上我就想好了，如果有一天我死了，我的钱不能留给我爹，他守不住。你不怕我把你的钱全卷走？你卷不走，那上面写了，如果你拿了钱跑了，剩下的全部捐学堂。你跑的时候记得把印盖上。那你自己呢？你不想活着回来？想，所以你要活着，你活着，我才能活着回来。明天卯时，南门，别迟到。3000人夜渡渭水，天亮之前必须上岸。我打头阵，秦大哥压后阵，张爷的人走中间，商小姐的粮草队跟在最后。姓钱的一定想不到我们敢主动打过去，他派了先遣队来探路，咱们反揍到他老窝。他想不到的事情不止这一件，这次打他个措手不及。看也看了，走吧。师傅，看到了，他们来了，3000人夜渡渭水，直扑省城，比我想的快了3天。来了，终于来了。振堂，你这一声终于等了多少年了？从被你收进门的那天起，就开始等了。师弟，等你不止我。黄泽，停！
我的人昨晚传回来的消息，钱振堂在省城外3里处布置了伏兵，人数至少500，全是配新式火枪的。位置：西北方向的矮丘后。如果我们沿大路直走，正好从矮丘前面经过，500支火枪齐射，我们的人3分钟之内会垮。那还打不打？打，但绕路，不语。你说的那些暗巷小道，上一次走是多久以前？3个月前，钱振堂不知道那条路。队伍改道，沿东侧河堤走，绕开矮丘。商小姐带路，我殿后。嘘，所有人静声行军。从这条土道穿过去，直抵省城东门背面。东门守军最少，钱振堂把兵力全部在正面北门了。带路。商不语救了我们，如果没有他的情报网，我们在矮丘前就会撞上铁衣卫的枪口。钱振堂果然把主力全放北门了，东门这点人不够看。我带人摸上去，放掉哨兵，开城门。秦大哥，你带人在城外压阵，我带人进去。行，半炷香时间，半炷香之后你没开门，我带人硬冲。你留在城外，我跟你进去。东门里面的街巷我比你熟，万一城里有埋伏，我知道往哪儿撤。走。转身了，现在走。督军，东门被开了，有人摸进来了。多少人？不知道，城楼上4个哨兵全被放倒了，没听见枪响。师傅，您的客人到了。振堂，你说他见到我的时候会是什么表情？不知道，但他现在不会来找我，他会先找到那把刀藏的地方。钱振堂把仿造的那把贪狼藏在督军府地库地下3层，铁门3道锁。赵铁心亲口说的。督军府守卫多少？明面上30人，暗哨至少20。铁门钥匙在钱振堂身上。那就是地库的透气窗，铁栏窗能拆。钱振堂的铁衣卫多少人？20，巷口太窄，他们没法同时开枪，一次最多5个。你跟紧我。黄泽，小心后面！黄泽，退！你一个人挡不住20个。挡得住。你站我身后，别动。你受伤了，皮外伤，没事。喂，让路！他们为什么撤了？有人让他们让路。督军，铁衣卫撤了，他们没挡住黄泽。嗯。
是我让他们撤的。师傅，您想亲自见他？赵世清选的人，总要见一面。他在巷子里，我下去看看。你就是赵世清选的人，黄泽。你是谁？周不归，你的师叔。你师父没有跟你提过我？提过。你与我师父当年争夺宗主之位，你输了。你师父偷了本该属于我的位置，也偷了3把刀的真正用法。黄泽，你觉得赊刀人是做什么的？替人收债，替人守约。我师父说，赊刀人的本事不在刀上，在心性上。信性？他有没有跟你说过，赊刀人真正的本事是改天换命？3把刀合一，可以重写一次因果。你师父当年把刀赊给3个乞儿，你以为他在救他们？他是在下一盘棋。他用20年的因果积累，换一次逆转乾坤的机会。黄泽，你是他选中的执刀人，但他没有告诉你执刀人要用刀做什么。你说我师父用20年的因果积累换一次逆转乾坤的机会，他想改什么？你猜不到，他一生只欠过一个人，他女儿。赵世清年轻的时候有过一个女儿，刚生下来就死了。他把那3把刀做成信的引子，把因果埋进去，等20年因果积累够了，3刀合一就能改写历史，把那一天改掉。师父从来没跟我说过他有一个女儿，所以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改掉那一天。改掉那天之后，赵世清的人生里就没有失去这2个字了。他不会变卖祖产入赊刀门，不会成为赵世清，更不会收你为徒。你黄泽从一开始就只是一把钥匙，他用你打开那扇门，然后你就不存在了。你现在知道了，所以黄泽，你还要替他守住那把刀吗？我师父跟我说过一句话，他说赊刀人的本事不在刀上，在心性上。周不归，你说他骗了我，那他教我的这句话是假的吗？我师父把我养大，教会我仁、信、义，教会我如何顺应天地。你说的这些，对我没用。那些教条只会束缚赊刀人的真正力量。你会改主意的，就像你师兄一样。刀没拿到，钱振堂知道我会去，提前派人把刀取走了。那就堂堂正正的跟他打。到了这一步，已经不需要什么战术了。他在等你。师弟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走到这里？因为你的72把刀收完了。不错，收完了。接下来等我汇集这72把刀的气运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我最终还是会成为这乱世的王。所以，这也是周不归的意思。我只要宗主令和那3把刀。黄泽，我会证明赵世清的路是错的。
我才是蛇刀门最适合当宗主的那个人。把3把刀交出来，我把阵法撤了，放了他们。你一个人的命换3000个人的命。别叫，皇子，一定不能叫！皇子，刀不能交！我秦铁山欠你师父一条命，你把刀交给他，我们这些人全白死了。黄泽，你自己选，是要蛇刀门宗主的位置，还是这些人的命？黄泽，你想清楚了没有？你每多犹豫一息，你身后那些兵就多死一个。你手里那3把刀能救几个人？3000人里你救得了谁？黄泽，你师父教你的是信，不是命。你愿意交了？我交，但我有个条件，你先放人。人走到城门外，刀你拿走。放人。皇泽，你走，带秦大哥和张爷出城。我答应你的事，不会反悔。黄泽，你把刀交了，他不会放人的，你傻不傻？他会放，因为他要的是刀，不是你们的命。张爷，你信我一回。你欠我的那顿酒还没喝，我记着。我等你回来。人放了，现在刀给我。周不贵，你让我把刀交出来，但我有一件事想问清楚。你拿了这3把刀之后，钱振堂怎么办？他现在吸收的那些气运，是你给他的，还是他自己拿的？师弟，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？师父，你只跟我说收完了气运，我就是这乱世的王，但你没跟我说过，这些气运收完之后我会怎样。振堂，你在说什么？师父，你从来没有告诉我，如果我把他们全部吞进去，我会变成什么？钱振堂，那些人类你看到了吗？那是你欠的账，你吞进去的不是力量，是别人的债。那你呢？你手里的3把刀，是不是也欠着别人的债？够了！你们2个，一个太蠢，一个太迂腐。刀是力量，不是信义。你们不明白这个道理，那就让我来教你们。你从一开始就准备把我当容器用。容器用完了，当然要换新的。你的价值就是帮我过滤那72把刀的怨念。现在过滤完了，该倒出来了。师弟，别动！你切断了我和他之间的因果线。周不归，你教钱振堂用72把刀收因果，但你忘了一件事，因果线是活的，他只认欠和还，不认抢和给。你以为你赢了吗？你切断了因果线，但我身体里还有72道怨。
师傅，你教我20年怎么握刀，今天这一刀是我自己的。你什么时候？如果有一天你站在我对面，我要用什么方式让你停下来？我想了3年，只有这一种。你的刀，还你。接下来是我们之间的债了，师兄。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，小师弟，来吧。师弟，我拜了2个师傅，都被我亲手所杀，我不后悔。我找到了我的刀，这条路正确与否？今日你便替赵世清给我个答案吧。你和周不归是一种人，师兄。我刚刚救你，是为了不让周不归吸收力量。现在，你的命，我替师傅收了。师弟，如果当年师傅没赶我出门，现在站在你对面的人会是谁？你这一刀是周不归教你的？是，他教我的最快的刀法。快刀砍出去的时候是收不回来的。你刚才说我收不回来，可你这一刀，你不是也没收回来吗？我没打算收。师弟，你说师傅收我的时候有没有算到今天这一步？他算没算到，我不知道。但他把你名字写进门谱的时候，写的是钱振堂，不是逆徒。我欠师傅一条命，欠那72人一个交代，但我不后悔。师弟，你把刀拿稳了，这一刀我不躲。师傅的账，我替他收完了。72个人的名字，他的债还没有还完。你的债收完了？收完了。那个人是你师兄？是我师兄。你替他收的尾，他走的还算体面。那本名册上的72个人，你打算怎么还？一本一本还，快的话2年，慢的话3年。还完之前，我不会停下来。那我跟你去。你爹怎么办？少我几年，商家又不会垮。刀鞘我给你留着，下次路过玉城的时候来拿。张爷这辈子砍过不少人，也被人砍过。今天这场仗打得还算值。这丫头翅膀硬了。
教我的东西，我一直记着。师傅，你的账我替你收了，你的仇我替你报了。你真要跟他去？爹，我账本都交给阿月了，12间铺子的账目他比我熟，你信不过他，也该信得过我。我不是信不过阿月，我是信不过那个姓黄的。他一个赊刀人，走到哪儿都有仇家，你跟着他跑，万一哪一天他被人砍了，你怎么办？他被人砍了，我就替他包扎。他欠的债还没还完，我替他算账。他要是死了，我替他收尸。你娘走得早，我把你养到18岁，没想过有一天你会跟着一个赊刀人满天下跑。爹，他不一样。去吧，年底祭祖之前回来就行。年底要是回不来，明年底回来也行。反正账本我给你留着。名册上的债要是还完了，路过玉城的时候进来喝碗酒。张爷虽然只剩一只手，倒酒的活还干得了。好，年底记得回来。你娘牌位上的香火我上不了。我记得。你记得那个本名册上李佳吉那个人叫什么吗？陈大勇，卖豆腐的。那走吧。你说2年时间能不能把名册上的债还完？第1年还40笔，第2年还32笔，快的话1年半。我算过了，1年半的路费，我带的银票够用，你不用担心盘场的事。你连路费都提前算好了？我做事向来算得清楚，你负责还债，我负责管钱，你只要别弄丢那枚对牌就行。买豆腐还是赊价？有人赊了一把刀给你，我来还这笔账。那把刀我当了，换了3块银元，把铺子的租金补上了。后来当铺关了，刀不知道去了谁手里。这笔账，我本以为这辈子没人来算了。从今天起，这间铺子是你的，没人再来收。你师兄是当年赊刀给我的人？他已经死了。知道我留着，钱你拿回去。我不缺钱，缺的是这句话。你今天来了，说了这句话，账就算清了。钱是利息，师兄欠的，你收着。他在你手里比在我手里有用。第1笔债还完了。还完了，还有71笔。你打算一直花到最后一笔？花完最后一笔的时候，我请你喝酒。那我等着。最后一笔还完了。还完了。你还欠我1顿酒。我记得。那什么时候还？先回玉城。回玉城做什么？回去补你一场欠了很久的账。你把名册收回来了，3把刀还在，账也还完了，你还欠我1顿酒。明天我请你喝酒，在商家，你爹在，秦大哥在，张爷也在，
你这话是我想的那个意思。你当年把它给我的时候说，无论走到哪儿，凭这个可以在任何商号失去盘缠。我没用你几次盘缠，但对牌我一直带着，现在该还给你了。我还以为你要用一辈子。那就用一辈子。你爹，您别紧张，我又不是去打仗。那你以后还回来住吗？我住城隍庙。城隍庙？那破地方能住人？他说要修。刀鞘留了1年半，今天总算等到新刀来装了。刀和鞘都是新的。张爷说过要请你喝酒，今天这酒我请。你把我女儿带走了，我也没别的话说，就一句，对得起她，对得起你们自己。你师兄那本名册，你还完了；师傅那3把刀，你也收完了。接下来你打算做什么？还债。还谁的债？你的。你这笔账，我要还一辈子。那正好，我算过了，你还一辈子的账刚好够本。你写这个是给谁看的？给我，给你，给师傅。我叫黄泽，是一名赊刀人。我师父曾带天地行权，赊出去3把名刀。如今刀已收回，因果已了，债已还清。但赊刀人的路还长着，不过没关系，有路走，有人陪着走，就是好日子。有借有还，天经地义。